在那遥远的时光尽头，秦岭这条横亘东西的自然巨龙，静静地守护着华夏大地的安宁与繁荣。它不仅是地理的脊梁，更是文化的脉络，承载着千年的风霜雨雪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。山川壮丽，云海翻腾，秦岭以它那无尽的深邃与辽阔，勾勒出一幅幅令人心驰神往的绝美画卷，让人不禁为之倾倒，为之赞叹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洒落在秦岭那蜿蜒起伏的山峦之上，整个山脉仿佛被点燃了一般，金光闪闪，熠熠生辉。那光芒既温柔又炽热，既细腻又磅礴，它穿透了时间的迷雾，照亮了历史的尘埃，让秦岭的每一寸土地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此刻的秦岭不再是沉睡的巨人，而是化身为一位身披金甲的战神，以他那无与伦比的威严与壮美，向世人展示着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。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，秦岭如同一条巨龙蜿蜒起伏，不仅是中国南北地理的重要分界线，更是地质演变的活化石，记录着地球亿万年来的沧桑巨变。秦岭这座自然界的宏伟篇章，以其独特的地质特点、复杂的地质构成以及漫长的地质形成过程，展现了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鬼斧神工。秦岭北坡一条巨大的断层如天堑般横亘，将秦岭与渭河谷地截然分开。秦岭循此断层缓缓抬升，而渭河谷地则顺势下沉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站在西安平原之上，远眺秦岭，只见山岭自西向东排列的错落有致，崖壁陡峭，巍峨挺拔，宛如一幅精心布置的屏风，将南北两界清晰地划分开来。而当秦岭山脉行至河南省西部的南阳一带时，却突然中断，随后又在湖北、河南与安徽3省边界以桐柏山和大别山的姿态再现。这些山脉虽海拔较低，却同样壮丽，与秦岭主体遥相呼应，共同绘制出一幅向南突出的弧形山脉图卷，这便是著名的淮阳山脉。秦岭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典型的先生地块，其北麓矗立着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断层崖，展现出大自然的雄浑与力量。山脉主脊偏于北侧，北坡短促而陡峭，河流深切其间，形成了众多峡谷，被誉为秦岭72峪，每一峪都藏着自然的秘密与故事。相比之下，南坡则显得悠长而平缓，山间盆地与东西向的山岭交错分布，构成了一幅幅和谐共生的自然画卷。秦岭山地这片古老的褶皱断层山地，其形成历史可追溯至数亿年前。早在4亿年前，秦岭北部便已崛起为陆地，经受着风雨的剥蚀，而南部则仍沉浸在古生代的海水之中，沉积着厚重的岩层。随着地壳运动的不断演变，秦岭在多次造山运动的洗礼下，逐渐形成了今日之雄姿。从加里东运动到海西运动，再到印支运动，每一次地质事件都为秦岭的崛起贡献了力量。特别是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强烈作用，更是让秦岭经历了大幅度的垂直升降运动，最终定格为现今我们所见的壮丽山脉。在中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，秦岭山系如同一幅细腻勾勒而又气势磅礴的画卷，缓缓展开于世人面前。这条山脉不仅是中国地理的重要南北分界线，更是自然与人文和谐共融的典范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。秦岭这一名称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地理意义。狭义上，它特指位于北纬32度至34度之间，横跨关中平原与汉江谷地之间的那段山脉，是嘉陵江、洛河、渭河、汉江4条大河的分水岭，东西绵延数百公里，南北宽度也相当可观。而广义的秦岭则如同一条巨龙般延伸，西起昆仑，东至大别山及张巴岭，覆盖了陇南、陕南、鄂豫皖等多个地区，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重要分水岭。秦岭以南属于亚热带气候，自然风光与农业生产均呈现出南方特色，而秦岭以北则是暖温带气候的领地，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则更倾向于北方。秦岭山系以其独特的地貌特征，展现出了雄浑与秀美并存的自然景观。西段秦岭山势峻峭，峰峦叠嶂，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，水源丰沛，云雾缭绕，仿佛人间仙境。中段秦岭则以终南山为核心，山川秀美，林木葱郁，是文人墨客寻幽探秘的理想之地。而东段秦岭
则呈现出邻谷相间的地形特征，南洛河、丹江等水系穿梭其间，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秦岭的自然景观不仅限于山川河流，更包括了丰富的生物资源。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，众多珍稀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。无论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还是清澈的溪流湖泊，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无穷魅力。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，秦岭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，巍然屹立于中华腹地。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自然生态的维护上，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气候格局与地理分区。秦岭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山脉，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卓越的自然功能，成为了阻挡沙尘暴的坚固防线，同时也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标志性存在。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，风沙肆虐，沙尘暴时有发生，给周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威胁和环境污染。然而，当这股不可一世的沙尘暴遭遇秦岭时，却不得不止步于此。秦岭以其茂密的森林、深厚的土层和复杂的地形，构建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，有效地阻挡了沙尘暴的南下侵袭。秦岭的森林覆盖率极高，这些郁郁葱葱的林木如同大自然的肺叶，不仅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，释放出清新的氧气，更在沙尘暴来临时，以其密集的枝叶和强大的根系，牢牢锁住了风沙，减少了沙尘暴对下游地区的危害。同时，秦岭的深厚土层也为植被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，使得这片土地能够持续保持其生态功能的稳定与强大。如果说秦岭是阻挡沙尘的绿色屏障，那么秦岭淮河一线则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智慧线。这条线不仅是中国气候、植被、土壤等自然要素的重要分界线，更是中国文化、经济、农业等多方面的分界线。在气候上，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，也是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。这条线以北，冬季寒冷干燥，夏季炎热多雨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；而这条线以南，则四季分明，温暖湿润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。这种气候差异直接导致了南北地区在植被、土壤等方面的显著差异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。在农业上，秦岭淮河一线也是中国农业区划的重要分界线。这条线以北以旱地农业为主，主要种植小麦、玉米等粮食作物；而这条线以南则以水田农业为主，水稻成为主要粮食作物。这种农业区划的差异，不仅反映了南北地区在自然条件上的不同，也体现了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。秦岭那座横跨天际的雄伟山脉，以其每一座山峰的峻峭，每一条溪流的清澈，续写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壮丽史诗。它不仅是自然造化的奇迹，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将自然的雄浑与人文的细腻巧妙融合，展现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卷。在秦岭的怀抱中，山川河流相互交织，编织出一幅幅生动的自然图景，同时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，庇护着万千生灵。其深邃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，更是让秦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卓越，勇于探索。秦岭这个名字如同一首悠扬的乐曲，回响在华夏儿女的心间，提醒我们珍惜自然，传承文化，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在时间的长河中，秦岭将永远矗立，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转发。这里是世界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